他们觉得我们是帮病人泡买罗的、泡牛奶的，绝对不是吗？不是说好像不读书就可以做护士。他们全部一起来问，为什么要做 nursing？ 没有其他选择了咩？这种东西，这样你们还会有时间谈恋爱吗？我已经有另一半了，不是医生，他不是护士。他不是护士，很多人都觉得我的另一半是护士。Hello，欢迎回到 Kaki Chat。今天我们邀请了3位护士来一起define一些关于护士这个职业的 stereotypes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alerie， 我是在 National Skin Center 国家皮肤中心做护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Niki， 我在 NUHS Community Care Team 当护士。Hello， 我是 James， 我是 NHG Polyclinics 的一名护士。然后大家对护士的印象呢，很多时候都是来自 medical drama，所以 medical drama 是真的吗？有些是真的，可是因为他们是拍戏嘛，所以就需要戏剧化。其中一部戏，他在第1集的时候，他就把病人推进来，然后急救嘛，然后他们就插了那个针之后，直接把那针丢掉了，然后不懂丢去哪里，就插了，然后就哇，好像很 action pack 这样。因为我本来要丢进那个sharp box 里面，因为很重要嘛，不懂病人是什么疾病，所以就插了之后就丢了，那我就。我看过的戏其实有 Grey's Anatomy、The Good Doctor， 还有你也可以是天使，他们其实有描述一些真实的情况，但坦白讲，现实中很多时候没有那么这样 glamorous， 也没有谈这样多的 romance 啊，所以我本身从来也没有谈过跟医生谈过恋爱啦，so 有点伤心啊。反正所以护士真的会有跟医生谈恋爱的吗？我是有听说过啦，but 因为我本身还单身呢，所以不知道，可能有医生要找我吧。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吧，因为大家一起每天工作，然后见过彼此的好的地方、不好的地方，可能会自然的在一起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，patient comes first。对，说得对。那其实大家对护士这个行业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啦，然后很常见的一个 stereotype 就是护士不用读太多书，你们同意吗？我不同意。对，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 stereotype， 主要是因为平时他们看到的护士都花大部分的时间在做一些 routine work， 所以自然的就觉得我们的工作就是很像体力活这样的，然后就不需要任何的文凭了。我们真的是要读很多东西。在我们读书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读 anatomy physiology， then 从 microbiology 到 communications， 所以我们读的范围其实很广大，大多数的地方我们都有学到，所以也学得很多，也很仔细。其实做护士需要很多的读书的经验跟实际的经验。很多人读了书，可能他做的东西跟这个没有办法去 apply， 可是护士是把 theory 跟 practical 都可以 combine 在一起，不是说好像不读书就可以做护士。然后我身边也是有同事从 ITE 读到diploma degree， 甚至现在在读 advanced practice nurse APN。像我现在也是在读master of community health， 因为我是在社区的护士，所以这个是 NUS 的一个新的 course。然后我是第一个 batch。但我很好奇，为什么你们会想成为一名护士？本身会选择护理，主要是因为我的外婆和奶奶，因为那时候我在当兵的时候，然后我的奶奶和外婆生重病，我什么都帮不到，连最基本的翻身我都不会，不然就是连安慰他们我都不会，因为他们看起来就是很痛啊，然后就不懂怎么去安抚他们。所以作为他们的孙子，我在那一刻我觉得非常的内疚，然后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学护理。很遗憾的是，他们2个都过世了。对，所以就但是没有关系，我已经学到了护理这门手艺，就可以帮助更多身边有需要的人。你们选择的时候，就是家人和朋友都是很支持的啊？不是我的不是只有我妈妈一个人支持我而已。我妈妈建议我读护理，是因为那时候小时候我的外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伤口，我的其他的亲戚都跑得远远的。当我妈妈在处理那伤口，就我一个人会走得很近，然后盯着那个伤口，还嘱咐我妈妈要哪里擦干净一点这些。哇，你很厉害耶！那时候还没有到小学的时候，所以 after O levels 的时候，就觉得，其实你这样喜欢 practical 的话 ，then how about 你去 polytechnic 的那个 route，so that 它 majority 是 practical， 所以我就从那边读起，就慢慢读到大学。我也是，我的妈妈有很积极的让我就是去选择护士，因为护士好像是天使，然后也是铁饭碗，所以她觉得OK， 我觉得你适合护士，然后也觉得我比较温柔啦，所以她觉得可以，所以到今天为止，我妈妈也是蛮 proud 我是一个护士啦。我记得 O levels 过后就要跟很多亲戚都会问，你要去哪里读书这些嘛？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要读 nursing。then 他们全部爸爸妈妈的2方面都一起来问，为什么要做 nursing 呀？有没有其他选择了咩？这种东西，可是
而且我有很多，我有其他选择也是啦，说护理对我来说还是最感兴趣，说。那时候我也很伤心，为什么他们不支持我？所以我又回家哭。After 来跟他们吃饭之后，所以你当了护士之后，你有没有跟你的亲戚讲说，哦，我不后悔？I think 他们看得出我不后悔啦。新年的时候，他们也不会再问我为什么当护士，他们也会跟他们其他朋友讲，诶，我的子女做护士这样的东西。对，所以他们慢慢的为你骄傲了啦。对对。那其实另外一个 stereotype 呢，就是护士只是做琐碎的工作，比如说换尿布啊、为病人清洁、听从医生的指示，是这样子的吗？绝对不是当然有时候还会他们觉得我们是帮病人泡买罗的、泡牛奶的，绝对不是吗？对啊，这远远超，对，我们做东西不仅仅只是这些啦。对，所以我们做东西非常多，像 triaging 就是分诊，病人一进来可以就是有胸口痛啊、呼吸困难，然后我们作为第一线的护士，我们就需要去看这个病人到底需不需要任何的紧急帮助。我们其实也做很多不同 clinical assessment monitoring of 我们病人的这个情况。其实他们所想象的照顾其实也很重要。其实我们在冲凉的时候，我们不仅仅是帮他们冲凉，我们是其实在观察他的皮肤。这血包药会容易淤青嘛，所以我们需要看他们有没有淤青，有没有湿疹，有没有对药物敏感出现在皮肤上面。我们就会观察，然后就会跟医疗的团队沟通一下。所以这些杂物其实是照顾病人的很重要的部分。像我们社区也是，因为我要去做家访，所以我要去帮他们做身体检查，检查他们的药物，检查他们的家里的环境，如何让他们预防跌倒。我们做这些生活中的仔仔细细的小事情的当中，我们已经去在做一些 inspection， 做一些critical thinking， 这些东西是我们在脑子里想，可是他们无法看到的。我们会每个礼拜有 multidisciplinary team meeting， 所以我们会有医生、有社工、有 pharmacist， 护士也是要给自己的 input， 告诉我们怎么样继续的帮这个 patient 做一个 personalized plan， 这样子可以提高他们的健康的overall 的 health。那另外一个 stereotype 就是护士是没有晋升空间的，是真的吗？当然不是真的，不是。护士有很多不同的 progression track 啦，有 clinical management research education， 其实有一个新的 track 就是 innovation 和 informatics， 也就是我对它很感兴趣的一条 track 啊，就是这样。是做什么的？通过每一天对我们的工作的观察，看我们不同的同事面对的难点啊，然后我们想办法怎么想出一个更好的主意，来让我们的流程变得更 smooth 啦 ，improve process efficiency 这样。IT AI 的东西，我们现在也在 promote。So， 比方说，我最近在今年年头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，来帮助那些在分诊服务岗位的这个护士们，能够提供这些护士一些 guiding questions， 也可以帮他们 organize 他们写好的 notes， 就是很整齐的。所以护士是有很多不同的跑道可以选择的。对。那就是 nurse 的一般的 progression 是怎么样的？是什么时候开始 specialize 啊？刚刚毕业，通常 diploma 跟 degree 都是 staff nurse， 然后有 senior staff nurse。当然前面几年都是在摸索你到底喜欢什么。通常可能都是摸索了一段时间，那你会想说，我比较喜欢 kids， 我比较喜欢老人家，我比较喜欢妇科，我比较喜欢 palliative， 等他们才会 specialize。所以为什么你们会选你们现在的 specialization 呢？我本身的话，是因为我知道我喜欢伤口，又喜欢老人家，所以我就直接决定的，我要自己要去 National Skin Center 去专攻这个皮肤这方面，所以我自己也有去读那个伤口的硕士。这样才可以更了解伤口的护理啊，这样的。我觉得我自己是有尝试过不同比较多的领域，跟他们相比的话，因为我比较老啦。OK， 所以我有在inpatient 在医院里的病房有做过工，我有在 ICU 做过工，然后我才转来社区的社区护士。那个时候我在医院的时候在想，他们回家过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会很好奇。有一个机缘巧合之下遇到我现在的同事，然后我就讲说，我可不可以去参加你们有一个attachment， 然后我就发现actually我很喜欢，而且我也比较喜欢跟人家沟通，然后跟人家讲话。然后当你真正的跟那个patient有 relationship building 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们的健康真的有很大的进步，而且可以 prevent 他们进去 hospital。我就觉得说这个成就是蛮大的，所以最后我就留在了 community。对我来说，polyclinic 是属于 primary care的一个 setting， 病人很多，他的病人的 turnover rate 很高，再加上我很喜欢跟病人互动，我就觉得很像我一天里很像帮助到很多个病人，跟很多个病人讲话，帮助到他们也学到很多东西，所以就很喜欢咯。那最后一个 stereotype 呢，就是护士没有 work-life balance， 真的吗？我觉得要看你怎么安排你的 work life。
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，应该都有机会去 work-life balance。那护士是有轮班工作的，对吗？有对，所以在临床护士的话就会轮3班，通常是早班、下午班跟夜班。因为我本身比较内向嘛，所以我喜欢在没有人的时候出去。所以如果你做值班的话，早班通常会在下午3点的时候放工，所以我想要去吃那些 promotional food 的 deals 的时候就可以去吃，因为我们放工还没有到5点，就很好，因为我不用跟人家挤。Polyclinic 是一个5.5天的工作日啦，公共假日我们也不需要做，所以跟 Valerie 相反的，我们跟很多人一起去挤啦。我有很多朋友其实还蛮喜欢值班的，因为他们不介意night shift 这些都 OK。而且我觉得在晚上班的时候，我们之间的团队精神会更加的紧密，然后会建立很多更好的那种友情。对对，会有很多东西因为夜班过后可以一起去吃早餐，可以去 cafe 吃早餐，cafe 没有人啊，对啊，因为每个人在做工。我还想加一点，就是说，其实那个值班的那个 allowance 是挺多的，对，所以值班是有好处。对，那个 allowance 虽然你看好像是慢慢加起来的话，月底你看那个薪水的时候就。哇哦！所以做值班的多一个好处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病人嘛，所以他们都会在我们工作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其实没有把工作带回家，因为我们 PDP 很重要，所以就带不回，想带也带不回。这样你们还会有时间谈恋爱吗？你有谈恋爱吗？我已经是妈妈了。哦，你妈妈了哦！我在等我另一半来找我。对，我已经有另一半了，不是医生。对，但是有时间跟他出去了。她不是护士。不是护士，很多人都觉得我的另一半是护士。对，我的也不是，我的也不是，跟 healthcare 没有关系。也是一个 stereotype。对。那你们是怎么认识你们的另一半的？在 APP 上面认识。我本身是在国大的时候打排球的时候认识他的，他是我的 junior， 然后我就负责训练他，然后训练出一段感情。你刚才讲是另外一个 stereotype 是吗？我本身觉得啦，因为我的很多同事一看到我的时候，他们就问我你有没有女朋友。当我说有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就马上问我是不是护士啊，不是1个2个，是全部人都问我，所以这让我自己本身觉得是一个 stereotype， 因为尤其我是男生嘛，然后在一个很多的女生的环境里做工。现在新加坡很多男生的护士，而且我之前在 US 读的时候才少过10个吧，现在男生当护士已经很多了。越来越多，是的，对，欢迎你们join 我。那工作中让你们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？在 ICU 的时候，我记得我有一个病人，他写了一本书，是about他怎么样从生病到在 General Ward， 然后去 ICU， 然后再回去 General Ward， 然后再回到家的一个过程。然后他把那本书发给了我们，还有所有照顾过他的这些病房的这些护士跟医生。然后我有看到我的照片在里面，很感动哎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用心。我们在 Polyclinic 其实护士是在每一个服务岗位是要做差不多2到4个礼拜。那时候我第一个 station 其实是在 dressing， 帮一个安哥帮忙洗伤口啦。过后我就调去另一个 station。当我过后再回来的时候，差不多应该有2、3个月过后，我回来的时候看到那安哥还在。其实我都不认识那些安哥了，天天看到的病人太多了。然后突然间安哥叫了我的名字，起初我以为他叫的是他的儿子还是其他人的名字啦。然后过后他再叫多一声，他就讲哇你终于下来了。然后转回头看他正在看着我跟我讲话，所以就觉得很有点小 touch 啦，无意中为病人做的一些东西哈，他们有时候会记得住，然后会表达他们对我们的感激。因为我是专攻伤口的嘛，然后最近有一个马来的女士，因为她脚的那个伤口很大，然后很深，她自己本身也很怕痛，所以我就要慢慢的跟她沟通，然后一边做边跟她讲解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她的脚慢慢放松，没有这么紧绷了，她的伤口明显的变好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她慢慢的开始笑。每次开那个旧的包扎的时候，就好像有点 unboxing 的那种心态，看有没有变好这样。对，所以每次我们一起 unboxing， 我们全部就看着那个看我make away of 那个 bandage 的时候，我们全部开的时候就很好的时候就 yes 这样。对，因为我本身很爱美嘛，所以我就会有自己的 tips and tricks， 就跟我的病人说要怎么照顾。然后有时候因为他们会复诊嘛，他们复诊回来的时候，他会讲其实我有跟着你的步骤去做，然后我的皮肤真的有变好。所以你有什么 skincare tips？ 好像很多人都擦润肤膏对吗？我们通常就是上下只要涂在身体就行了。其实我们应该顺着毛发
的长出而涂，所以我们每次涂润肤膏时应该是往下而涂。对，所以然后有时候上的时候，因为是不顺着皮肤嘛，就会有一点可能会导致毛孔阻塞，然后那个就有可能会发炎。对，然后最重要的也是 sunblock， 一定要涂防晒。那如果是脸的话，那你们会给想当护士的年轻人什么建议吗？因为现在的那个网际网络都很发达，然后他们可以去社交媒体上面看到 behind the scenes 的 stories。我觉得因为护士会进不一样的领域嘛，所以每次进不一样的领域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 be open minded 去吸收这些知识。然后我们也有很多机会去做 attachment， 所以他们可以去通过好像做义工去做一些 attachment， 知道我们护士到底是做什么的。其实也有 career talk。Open House 都可以去，强烈建议你们就是不要觉得因为是国大的 Open House 或者其他的大学的 Open House， 我没有那个资格，我的那个成绩还没有到那个点，至少可以过去了解多一点啦。最重要的就是要踏出那第一步啦。所以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：护士工作不分你我。男女都行 ，join 我就好。对，不错。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，让我觉得护士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，也让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护士的工作究竟是怎么样的。如果大家对当护士感兴趣的话，可以上 Care to Go Beyond 的网站、IG 和 TikTok 了解更多详情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Yeah, must downwards。拍拍可以吗？拍拍的 one cause you create the。脸呢？脸呢？脸你拍吗？脸 actually 你 just 轻轻 actually 就 as on 了。因因为有些人拍的太大力啊，那个有点 trauma。